也那它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就比如说落差比较大，落差比较大。你像你刚才说，牡丹江市还有不到1000块钱一平的。对。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4省真实房价。咱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那么坐在我身边这位大哥呀，他是咱们牡丹江市非常有资历、非常资深的一位，曾经从事过10几年的中介，对牡丹江整个这个二手房产这一块可以说非常有资格站出来说话的一位。在我身边呢，这位大哥呢姓石，因为呢这位大哥呢曾经做过10来年的中介啊，就是说有10来年做房产中介的经验，才能说有资格坐到这儿说聊牡丹江的房价，因为他是亲身见证牡丹江这个房价走势走过来的，一步一步看过来的，对吧？所以说我认为你有资格说。从19年嘛。就是说略微有所下降了，下降呢比较明显呢，主要是还是在这个桥北有一些老的房子，老破小啊，像这个顶楼啊，这个价格降幅比较大。这个甚至于说像牡丹江啊，有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20、30年的房子，顶楼卖的都不到1000块钱一平方的都有。你说是装完的吗？啊，就是说老式装修啊，那他也是老式装修啊，对。那这种现象是偶然呢？也是，就我会理解为房主，比如说房主非常着急用钱，完他才会卖啊，不是，对，也不是说是这个牡丹江呢，就是说这个偶然的这种现象，因为是整个东北3省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趋势促成的。你认为是什么趋势？人口流失比较严重，这个有的呢一家呢有几套房子，这个闲置那里，租呢又租不出去，完了每年呢还要交取暖费，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宁肯就是说便宜点，我也把它卖掉。那比如说他不住的话，取暖费不可以报停吗？报停它是这样的，有些对顶楼不能报停，对，然后呢次顶楼也不能报停，边户不能报停，对啊，有低楼层呢不能报停，那房子租也租不出去，那呢又没人住，搁那闲置吧，自己还要交的这个各项费用，这样的话，我宁可就是说赔钱，我也卖掉它。对，大哥，像你今天我知道你今天你去吃饭之前，你去卖了一个车库，是吧？地下车位。地下车位。那咋想的呢？咋是寻思卖了呢？不实用，就是现在不着急用。开发商刚一交给我们，交工交给我们时候，价格是在15万多。15万多。对，现在呢，我就卖了8万多。现在今天就卖了8万块钱。对。那你也是看出来这种趋势了，反正我就出手了算了，是吧？这意思。对，就是每间房子，就是说车位呢有点，就是当时开发商建的时候，可能是考虑的还不是那么全面吧。车位有的是过剩，老百姓有的呢就是在这个外边自然的放着吧，就是车位利用率不高。控制力比较。那现在就是牡丹江市最贵的房子都在哪？目前呢，就是说最贵的呢都在江南几个小区，像这个世贸南外滩、宝地、星河传说、江南华府，这就是说代表性的这几个小区。最贵多少钱？1万3、4的装修完的，1万3、4的也有。它也是说根据你不同的楼层、不同的格局，这个跟你装修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有毛坯呢？最贵的呢？毛坯呢，这样的也贵的也有接近1万，8000多，也有接近有接近1万，有接近1万的吗？接近1万的，就是像那个星河，像那个保利，就是临江那块第一排的第一排就是直接观江的。这个毛坯呢，楼层再好一些，能达到1万左右。那它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就比如说落差比较大。落差比较大。你像你刚才说，牡丹江市还有不到1000块钱一平的，对，然后还有1万块钱一平。位置问题，靠江近。我靠江近就值钱吗？对，就这么一个。江景房就不一样。还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江南为什么贵呢？一个是环境好，完了呢，再一个就是政府导向，就政府现在是大力发展大力气发展江南。那么江南呢，办公都搬到江南来了。另外，江南呢陆续的就是牡丹江的几个重点学校，比较有名的，像平安啦，立新啦，完了都在江南有分校。那我看那个也不是这样，也不是必然，就是说像牡丹江大学那块房子，不仍然还就是非常便宜吗？对。那大学在那房子还便宜。大学，但它不属于校区啊，它大学它不算校区，再一个那个大学那边呢，就是说这个坐落在爱民区这边，相对来讲呢，离这个市中心呢这比较远一点。现在市中心的整个办公啊，现在都搬到江南来了，都往江南靠拢。大哥，那你看我经过了这一段时间走访啊，你认为你自己的这感觉啊，你经过你这些年的经验，你感觉
牡丹江的房子它还有上涨的空间吗？现在就是说受这个大的趋势的影响吧，可能是往上涨的这个大的空间也不会有，但是呢，你像江南的话，你说老百姓7、8千块钱、6、7千块钱买的房子，你让他卖4、5千，他能卖吗？不可能卖，是吧？对。所以说，要是想跌也不可能跌。但是像牡丹江呢，就说那个市中心那些老房子的话，均价在4、5千块钱，10几年、20年的房子。还有下降，还是呢，老房子还是因为人口流失比较多，这样的话，老房子还是有下降的这个空间的，幅度不大啊。现在呢，就江南为啥这个房价这么坚挺呢？有很多人嘛，改善性住房，从老城区挪到新城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新城区呢，这个环境好，配套设施也健全了。但是还是感觉就是房价高低，还是跟那个物业的服务还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对，跟物业服务是有决定性关系。有一定条件的人呢，都想说住一个安全的小区，环境优雅一点的小区。对。这个江南这个新区呢，就是说它从基础设施啊，从那个环境配套啊，从物业管理，它都是就是说非常的有档次吧，应该这么说啊。再一个呢，就是说牡丹江的发展趋势就是将来这牡丹江，就是原来政府贴口叫一江居中两岸同行嘛，就是说主要往江南这边发展，甚至还有这个往上升的空间。你是这样认为的？对。但是呢，老城区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下浮空间。就是牡丹江的人口大概流失是多少些？牡丹江呢，一年呢流失个5、7、6万的应该是有的，因为我们周边的人嘛，很多现在都去了南方，特别这个大学生啊，一毕业以后直接都去南方了，不回来了。这样你不是说单纯这个孩子就走了，孩子一走，有很多双方父母家长也跟着走了，这样就造成了牡丹江房子呢，老破小的这些房子，原来不愁租，就是说家里有几套房子都能租出去，现在呢，租不出去了，给他闲置了，没办法，他就得低价卖了。是吧？对，出现就是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流失。对，主要是人口流失。对，还是以人为本。对，是你人往哪儿聚，哪块的房价就涨。你哪块没有人了，你这没人住了，它自然的就往下掉了。你说这个牡丹江嘛，这个很适合人居的地方，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啊。现在就也有很多就房价便宜的房子吧，有南方人过来呢，上这边来买房子。就是说咱们东北人到夏天以后。到这个南方去，这个过冬的，他们这边现在我周边也有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到这边呢来避暑的，出现这种情况。对，确实有这种情况，也有回流的。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对，非常感谢你也感谢2位啊。好了，咱们这次牡丹江的房价座谈就到这里了啊，下期再见。